翻开24史，昏君何其多，但能让后世在痛恨之余又扼腕叹息的，唯有宋徽宗。这本该是一个关于昏君亡国的俗套故事，却因为主角那一出天际的才华而变得惊心动魄。他手中的笔既能写出铁画银钩的瘦金体，也能画出价值连城的盛世花鸟。他让大宋的审美成为了世界文明难以逾越的高峰。但悲剧在于，当这双艺术家的手握住了沉重的权杖，整个帝国便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用修筑艮岳的奇石，砸碎了江南百姓的饭碗，逼反了方腊。他用海上之盟的虚妄蓝图，引来了贪婪的北方狼群。今天我们暂且抛开成王败寇的冷酷逻辑，去审视这个拥有顶级审美，却由于政治低能而毁灭世界的男人。究竟是命运把他放错了位置，还是那个过于精致的时代注定要为这份脆弱的美支付血淋淋的代价？当历史的指针拨回到公元1100年，那年正月，汴京城的上空正笼罩着一层令人窒息的阴霾。年仅24岁的宋哲宗赵煦，在未留下任何子嗣的情况下暴病归天。大宋帝国的笼已空了出来，仿佛一个巨大的吞噬一切的黑洞，静静等待着下一个牺牲品。按照兄终弟及的组织，皇位的继承人将在哲宗的弟弟们中间产生。向太后的目光带着一丝慈爱，却更多是出于一种对权力掌控的私心，落在了端王赵佶的身上。端王赵佶那一年18岁，在汴京的贵族圈子里，他是一个完美的偶像，却唯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风神俊朗，才情卓绝，对笔墨纸砚的痴迷远甚于对刑名前古的关心。在大多数朝臣眼中，这位风流王爷是太平盛世里的一抹亮色，是皇家富贵的最佳点缀。然而就在向太后提议立端王为帝的一刹那，宰相张敦猛地站了出来。这位以刚硬著称的铁血宰相，即使面对太后的威仪，依然声嘶力竭地喊出了那句注定要被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对意见：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轻佻二字如同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赵佶性格中最致命的病灶。张敦看透了这个年轻人的骨髓，他看到了赵佶那华丽外表下对于责任的漠视，看到了才情掩盖下的轻浮与脆弱。在张敦看来，治理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需要的是坚如磐石的意志和深沉厚重的城府，绝非吟风弄月的才子所能胜任。但历史总是喜欢在关键时刻开这种残酷的玩笑。张敦的逆耳忠言被淹没在了向太后的固执和群臣的顺水推舟之中。命运的齿轮在那一刻发出了刺耳的咬合声，赵佶被强行推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他在一片山呼万岁的颂歌声中，有些茫然，又有些兴奋地坐了下来。他并不知道，这把龙椅对他来说不是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场长达27年的华丽而漫长的凌迟。赵佶的登基起初并没有显露出亡国的征兆，相反，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即位之初也曾有过一段短暂而虚幻的明君时光。他改元建中靖国，试图调和新旧两党那长达半个世纪的死斗，广开言路，贬斥奸佞。那时的汴京百姓甚至天真地以为大宋迎来了一位宽厚仁慈的圣主。然而艺术家的天性终究是感性的，易变的，更是经不起诱惑的。赵佶骨子里对乏味政治的厌倦，很快就在日复一日的奏折和廷议中暴露无遗。他渴望的是色彩，是线条，是超脱于尘世的审美愉悦，
而不是那些枯燥的赋税数据和边关防务。就在赵佶对权力的枯燥感到窒息时，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带着一种名为风亨裕大的剧毒理论，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蔡京。如果要为北宋的灭亡寻找一个具体的推手，蔡京无疑是最佳的人选。但他并非那种满脸横肉的莽撞恶棍，恰恰相反，蔡京是一个书法大家，一个精通权谋、洞悉人性的心理操纵大师。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赵佶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对奢华、对极致美学的渴望。蔡京告诉赵佶，陛下拥有四海，天下都是您的私产，既然正值盛世，就应当极尽享乐，这叫风亨裕大，是太平天子的应有之意。如果说张敦当年的警告是试图给赵佶套上缰绳，那么蔡京的这番理论则是彻底释放了赵佶心中的那头名为欲望的野兽。在蔡京的蛊惑下，赵佶终于找到了做一个皇帝的乐趣。他不再把皇位视为一种责任，而是将其视为实现个人艺术追求的工具。他手中的御笔不再用来批阅关乎苍生疾苦的奏章，而是开始勾勒一幅幅宏大而荒诞的蓝图。大宋王朝，这个曾经由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无数先贤苦心孤诣维持的精密机器，开始因为皇帝的个人审美而全速逆行。而在所有这些荒唐的举措中，最能体现赵佶艺术暴政的，莫过于那座耗尽民脂民膏的魔幻园林艮岳。赵佶笃信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道士刘混康曾对他进言，京城东北隅的地势太低，如果能垫高那里的地势，就能生出皇子，国运昌隆。这本是一句荒诞的堪舆之说，却被赵佶奉为圭臬。他决定在那里修建一座象征着天界仙境的皇家园林，取名艮岳。在这位艺术天才的构想中，这不应该是一座普通的花园，而应当是汇聚天下奇观、浓缩万里河山的微缩宇宙。这里要有最嶙峋的怪石，最珍稀的古木，最灵动的飞禽。为了填满这个巨大的欲望沟壑，震惊天下的花石纲应运而生。所谓花石纲，就是专门为皇帝运送奇花异石的特权船队，原本只是江南漕运中的一小部分，用来运送一些贡品。但在赵佶的旨意下，它迅速膨胀成了一场席卷东南半壁江山的浩劫。为了搜罗奇花异石，赵佶设立了专门的苏杭鹰凤局。这群身穿官服的强盗，手持皇帝的御笔圣旨，如蝗虫般扑向了富庶的江南。凡是百姓家中有一石一木被他们看中，立刻贴上黄封，名为御前之物。这黄封一贴，便是家破人亡的开始。为了守护这些所谓的御物，百姓必须小心翼翼，稍有损坏便会被治以大不敬的死罪。如果石头巨大，搬运不出，官兵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拆毁百姓的围墙，甚至推倒房屋。实在有一块产自太湖的巨石，高达4丈，造型奇特，被赵佶赐名为神韵昭公石，甚至荒唐地封其为盘古后。为了将这块顽石运往汴京，官府动用了数千名纤夫，征集了巨型楼船。一路上，如果桥梁太低，就拆桥；如果城门太窄，就凿门。这块石头仿佛成了大宋新的图腾，它披红挂彩，享受着比王侯还要尊贵的待遇，在运河上浩浩荡荡地北上。而在他的船舷之下，是纤夫们被勒出血痕的肩膀，是沿途百姓被践踏的稻田，是无数流离失所者的哭嚎。这块石头所过之处，留下的不是祥瑞，而是一条用血泪铺成的道路。
当这些沾满血腥的骑士最终抵达汴京，被安置在艮岳的崇山峻岭之间时，赵佶看到的只有美。他站在人工堆砌的万岁山上，俯瞰着这座凝聚了天下精华的园林，心中充满了造物主般的狂喜。这里有模仿自峨眉山的绝壁，有引自黄河的飞瀑，有从南方移植来的千年荔枝树，更有数以万计的仙鹤与孔雀在林间漫步。赵佶在这里吟诗作画，挥毫泼墨。他用那锋芒毕露的瘦金体，在宣纸上写下一首首赞美太平的诗句，笔锋如刀，切割着宣纸，也切割着大宋的国运。他画笔下的每一只锦鸡，每一朵芙蓉，其羽毛的纹理，花瓣的脉络，都逼真的令人战栗。这种极致的细腻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但同时也是政治史上的剧毒。因为这位艺术家皇帝从未想过，他笔下这盛世的颜料，竟是从万千黎民的骨髓中榨取出来的。公元112年，政和2年的上元节，当汴京城还沉浸在节日的喧嚣中时，一群仙鹤突然盘旋在皇宫端门的上空，久久不去，并发出清亮的鸣叫。赵佶目睹此景，欣喜若狂，认定这是上天对他治国有方的肯定，是天降祥瑞。他立刻提起画笔，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和艺术天赋，绘就了那幅传世名作《瑞鹤图》。画中湛蓝的天空纯净得令人心醉，20只仙鹤姿态各异，灵动欲飞，屋檐上的螭吻庄严肃穆。这幅画构图之大胆，色彩之高雅，确实达到了中国花鸟画无法逾越的巅峰。然而，这幅画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诞生在一个大崩盘的前夜。赵佶用艺术构建了一个玉宇澄清的幻象，把自己锁在这个精致的茧房里，拒绝看向窗外那个真实而残酷的世界。他不知道，或者说他假装不知道，就在他沉醉于仙鹤祥瑞的同时，江南的愤怒已经积蓄到了临界点。那些被花石纲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百姓，已经不再相信皇帝的仁慈。在睦州的深山里，一个名叫方腊的七原主，正借着摩尼教的名义，聚集起成千上万绝望的灵魂。方腊起义的口号简单而直接，直指赵佶的痛处：诛杀贪官，废除花石纲。这不仅仅是一场农民起义，这是底层民众对赵佶那种只有审美没有人性的暴政的绝望反击。公元1120年，方腊起义爆发，起义军势如破竹，短短数月间便攻陷了东南6州52县，处决了无数贪官污吏。消息传回汴京，赵佶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震惊。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治理下的盛世会突然冒出这么多暴民。他更心疼的，或许不是那些被杀的官员，而是江南那些还没来得及运到汴京的骑士和花木。虽然方腊起义最终被童贯率领的精锐西军残酷镇压，这场动乱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东南富庶之地几乎化为焦土。大宋的经济命脉被狠狠捅了一刀，流血不止。但即便如此，赵佶依然没有醒悟。在短暂的惊恐之后，他又回到了艮岳，继续他的修仙梦，继续他的书画创作。他以为杀光了反贼，天下就太平了，殊不知方腊的起义只是大厦将倾前的一声脆响，更可怕的毁灭力量正在北方的白山黑水间悄然凝聚。如果说花石纲和艮岳只是掏空了大宋的身体，让这个帝国患上了严重的内伤，那么接下来赵佶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天才操作，则是亲手切断了大宋的咽喉。在这个自诩为战略天才的艺术家眼中，外交也不过是一场纵横捭阖的游戏，就像在画布上布局一样，
可以随意涂抹。那是公元1115年，北方那个被辽国压迫已久的女真族，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崛起，建立了金国。辽国这个曾经让北宋畏惧了100多年的庞然大物，在金人野蛮而狂暴的冲击下，竟然显得摇摇欲坠。这个消息传到汴京，赵佶的眼睛亮了，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可以让他超越太祖太宗，名垂青史的机会，收复燕云16州。100多年来，宋朝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就是收复这片故土。赵佶认为，现在的辽国已经是天祚帝耶律延禧统治下的日薄西山，而金国则是新兴的力量。如果能联合金国，南北夹击，灭掉辽国，那么大宋不仅能洗雪100年的耻辱，还能顺势收回燕云。这在他看来，就像是在画纸上用重墨盖住一处败笔一样简单明了。于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计划——海上之盟诞生了。赵佶轻信了投机政客赵良嗣的建议，决定绕过辽国，派遣使者泛海北上，与金国订立盟约。赵佶沉浸在自己构想的宏大战略中，他想象着宋金联手，辽国灰飞烟灭的壮丽画面，想象着自己在太庙献捷时的荣耀。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完全不懂地缘政治的残酷平衡，更不懂人性的贪婪。辽国虽然欺压宋朝100年，勒索岁币，但经过100多年的磨合与汉化，辽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半文明的王朝。他虽然是宋朝的敌人，但客观上也是宋朝抵御北方更野蛮民族的一道屏障。只要辽国在，金人就无法直接威胁中原。而金国，那是一群刚刚从原始森林里杀出来的猛兽，他们嗜血、贪婪，且毫无契约精神。赵佶为了那点虚名，不惜撕毁与辽国100年的盟约，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让宋朝在道义上失分，更重要的是，他正在亲手拆除自家的围墙，去拥抱一头饥饿的饿狼。当赵佶兴致勃勃地派遣童贯率领15万大军北伐，试图去摘取灭辽的胜利果实时，现实给了这位艺术家一记响亮的近乎残忍的耳光。那是一场足以载入军事笑话史的战役。面对已经被金人打得残破不堪，只剩下一口气的辽国哀兵，装备精良，兵力占优的宋军，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腐朽与无能。白沟河畔，宋军战旗招展，铠甲鲜明，看起来威武雄壮。但在辽国大将耶律大石率领的几千残兵的一次冲锋下，这支庞大的军队竟然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崩溃了。士兵们争相逃命，自相践踏，死伤无数。童贯这位统领3军的枢密使，除了逃跑，竟无一策。这场惨败彻底暴露了北宋军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这100年来，大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于结出了最苦涩的果实。曾经那支由太祖赵匡胤打造的虎狼之师，早已在漫长的和平与文官的压制下，退化成了一群只会阅兵表演的仪仗队。这一幕全都被在一旁冷眼旁观的金人看在眼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站在高处，看着宋军那华丽却毫无防御力的铠甲，看着宋军丢盔弃甲的丑态，他心中对这个南方庞大帝国的最后一丝敬畏瞬间烟消云散。他原本以为宋朝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天朝上国，现在他发现，原来这只是一只被拔了牙、剔了骨，却还身穿锦绣的肥羊。一种原始的、野蛮的掠夺欲望，在金人的心中疯狂滋长。海上之盟最终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宋军打不下燕京，
最后竟然厚着脸皮请金人代打。金人势如破竹攻下燕京后，将城内的金银财宝、人口工匠洗劫一空，只把几座空荡荡的城池交给了宋朝。而为了赎回这几座空城，赵佶还不得不向金人支付了天文数字的代役钱和岁币。即便如此，当燕京收复的消息传回汴京时，赵佶依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他自欺欺人地宣布大宋中兴，给自己加了一长串尊号，接受百官的朝贺。在宣和殿中，赵佶听着那一浪高过一浪的万岁声，醉眼朦胧。他看着手里那份花费巨资买来的捷报，以为自己真的完成了祖宗未尽的伟业。他不知道，正是他的这次引狼入室，让金人摸清了宋朝虚弱的底牌。那几座空荡荡的烟云城池，不是大宋的屏障，而是金人南下木马的跳板。宣和7年，金太祖去世，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位，金国对宋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金人撕下了最后的伪装，不再满足于岁币和盟约，他们要的是土地，是人口，是整个中原的繁华。金军兵分两路，如黑色的潮水般南下。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猛攻太原；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直扑燕京，兵锋直指汴京。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汴京下着雪。赵佶正在宫中赏雪作画，或许正在构思另一幅瑞鹤图。当边关的急报送到他手中时，据说这位皇帝的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一滴浓墨滴落在洁白的宣纸上，瞬间晕染开来，像极了一块无法清洗的污点，也像极了即将到来的国殇。他所有的才情和帝王术，在赤裸裸的战争机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如此可笑。赵佶崩溃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召集名将御敌，也不是号召天下秦王，而是逃跑。他不想承担亡国的责任，更不想面对金人的弯刀。他匆匆忙忙地发布了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多失，滞寇至今，但这不过是走过场。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让后人瞠目结舌，也让大宋政局陷入混乱的决定：禅位。他把这个已经烂透了的摊子一股脑地扔给了同样毫无准备的儿子赵桓，自己则带着蔡京等六贼，打着烧香的名义，带着2万亲兵和无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连夜仓皇南逃，一路狂奔至镇江。这位曾经自诩为天下一人，掌管天下道教的神仙，在真正的灾难面前，表现出了比市井小民更不堪的贪生怕死。他抛弃了他的子民，抛弃了他的社稷，只为了保全自己那条富贵的性命。他的背影在汴京百姓的眼中，不再是那个风流倜傥的才子皇帝，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而留在汴京城里的是年轻且惊恐的宋钦宗赵桓，是满朝手足无措的文官，以及百万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无辜百姓。大宋的至暗时刻才刚刚拉开帷幕。当赵佶那辆满载着奇珍异宝的马车仓皇驶出汴京的东水门，消失在通往江南的官道上时，他身后那座拥有1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瞬间陷入了一种被遗弃的巨大恐慌之中。留给新皇帝赵桓的是一个已经被掏空了内脏的帝国躯壳，和一份足以压垮任何人的沉重遗产。赵桓，这位在父亲阴影下战战兢兢活了26年的太子，此刻站在大清殿的御阶之上，看着满朝文武那一张张惊恐而苍白的脸，心中涌起的或许不是君临天下的豪情，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他不是像太祖赵匡胤那样在马背上打下江山的雄主，也不是像仁宗那样能从容驾驭士大夫的人君，
他只是一个被命运强行推上前台的平庸守成者，却不幸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金人即将兵临城下的噩耗中，大宋朝廷内部的主战与主和两派，如同两条疯狂撕咬的毒蛇，在朝堂上缠斗不休，而赵桓这只受惊的兔子，就在这两股力量的夹缝中瑟瑟发抖，举棋不定。公元1126年的正月，金军东路统帅完颜宗望率领的铁骑，如同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恶狼，渡过黄河，长驱直入，冰封直抵汴京城下。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凛冽的北风卷着雪花，拍打着汴京高大的城墙。城内的百姓惊恐地发现，平日里那些吟风弄月的达官贵人，此刻大多成了缩头乌龟，甚至有人已经打包好细软，准备随时弃城而逃。在这万马齐喑的危急关头，一个文官站了出来，成为了这座孤城唯一的脊梁。他叫李纲，时任太常少卿。他并非武将出身，却有着大宋朝堂上最稀缺的东西——血性。李纲被紧急任命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全权负责汴京防务。他登上城楼，亲自督战，下令拆毁城外的民房，以扫清社稷，征集城内的壮丁协助守城，并用霹雳炮等火器痛击企图以赴攻城的金兵。在李纲的感召下，原本涣散的宋军士气大振，那些平日里被视为贼配军的士兵们，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用血肉之躯死死抵住了金人如潮水般的攻势。然而，前线的浴血奋战并没能换来朝堂上的同仇敌忾。对于宋钦宗赵桓来说，城外金兵的喊杀声就像是催命的符咒，让他夜不能寐。他骨子里那种继承自父亲的软弱基因，在战争的高压下彻底显露无遗。尽管李纲在城头打退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尽管各地秦王的军队正在向汴京集结，形势正在好转，但赵桓依然选择了最屈辱的一条路——求和。在他看来，只要能让金人退兵，保住自己的皇位，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于是，就在将士们还在流血牺牲的时候，大宋的使者却卑躬屈膝地走进了金人的营帐，送去了天文数字的金银，并承诺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金人拿到了想要的一切，又见宋军秦王之师陆续赶到，担心后路被断，便在2月撤军北还。第一次汴京之围解除了，汴京城内爆发出了劫后余生的欢呼，百姓们以为噩梦已经结束，盛世将重新回归。赵桓也长舒了一口气，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死神暂时的仁慈。更讽刺的是，危机刚一解除，大宋朝廷那台擅长内斗的机器立刻全速运转起来。主和派的奸臣们开始疯狂攻击李纲，指责他专主战役，丧失废材，甚至暗示他拥兵自重。赵桓这位毫无主见的皇帝竟然听信了谗言，将这位挽救了社稷的功臣贬出京城。与此同时，那个逃到江南烧香的太上皇赵佶，听说金人退了，汴京安全了，又带着他那庞大的随从队伍慢悠悠地回到了京城。赵佶的回銮并没有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带来稳定，反而引发了一场隐秘而残酷的父子权斗。赵佶虽然退位，但他依然以太上皇自居，手中掌握着大量亲信和财富，甚至在回京途中还在不断发布诰命，试图干预朝政。而已经尝到了权力滋味的赵桓，自然不愿大权旁落。父子两人在深宫之中展开了无声的博弈，互相猜忌，互相防范。赵桓为了巩固皇位，开始清算赵佶的旧臣，将蔡京、童贯等6贼流放或处死。
这本是大快人心的举动，但在大敌当前的关头，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却加剧了朝局的动荡，让本就脆弱的防御体系更加支离破碎。更致命的是，赵桓在外交上犯下了比他父亲更愚蠢的错误。他既不愿割地，又不敢备战，而是在金人和辽国旧部之间反复横跳，试图玩弄小聪明，结果被金人抓住了把柄，给了他们再次南下的口实。公元1126年8月，就在第一次围城解除仅仅半年之后，金军再次南下。这一次他们不再试探，不再留情，而是抱着灭亡宋朝的决心而来。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太原失守，真定陷落，大宋的北方防线彻底崩溃。到了11月，金军的前锋再次出现在汴京城下。此时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纲，也没有了秦王之师。冬日的寒风比去年更加刺骨，城墙上的守军瑟瑟发抖，不仅是因为寒冷，更是因为绝望。城内的粮食断绝，瘟疫横行，饿殍遍野。曾经夜夜笙歌的樊楼，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曾经车水马龙的御街，如今躺满了冻死饿死的尸体。面对这地狱般的景象，宋钦宗赵桓彻底崩溃了。他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宫中乱撞，一会儿下诏痛哭罪己，一会儿又派人去金营哀求。就在这理性和尊严双重崩塌的时刻，大宋朝廷上演了那个足以载入人类荒诞史，让后世史学家每每读到都感到窒息的桥段——郭京与六甲神兵。郭京原本只是汴京禁军中的一名老兵，或者是市井中的一个无赖。在那个妖孽横行的末世，他敏锐地嗅到了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那种渴望奇迹的病态心理。他宣称自己身怀六甲法，能役使阴兵，只需7777人，便可生擒金国二帅，扫平敌寇。这种连3岁孩童都未必会信的鬼话，在那个特定的绝望时刻，却成了赵桓和满朝文武唯一的救命稻草。尚书右丞孙富，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竟然对郭京深信不疑，甚至为了配合郭京的法术，将城墙上的正规守军全部撤下，换上了郭京招募来的那群地痞流氓。这些所谓的神兵不穿铠甲，不拿兵器，只是在额头上画着奇怪的符咒，在城墙上装神弄鬼，号称只要吉时一到，天门大开，神兵一出，金人自灭。这一幕是华夏文明史上最荒诞、最可悲的瞬间。一个拥有苏轼、黄庭坚、张择端等文化巨匠，创造了《清明上河图》这般繁华盛世的理性王朝，在灭亡的前夜，竟然退化到了比原始部落还要愚昧的巫术崇拜中。赵桓这位大宋的天子，不去信任浴血奋战的将士，不去组织军民相战，反而将国运压注在一个江湖骗子的杂耍上。这不仅是智商的沦丧，更是整个统治阶层精神崩溃的标志。公元1126年闰11月25日，郭京选定的吉时到了。他身穿道袍，手持桃木剑，站在宣化门的城楼上，口中念念有词，随即下令大开城门，让六甲神兵出击。在这个过程中，他严禁守城士兵和百姓观看，理由是凡人的浊气会冲撞了神灵。沉重的城门在绞盘的吱呀声中缓缓打开，那7000多名头脑发热，或者只是被当作炮灰的可怜虫，咆哮着冲向了城外那如铜墙铁壁般的金军大营。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只有纯粹的屠杀。金军铁骑看着这群疯疯癫癫冲出来的神兵，甚至可能愣了一瞬，随即便是无情的冲锋。弯刀划过脖颈，
马蹄踏碎胸膛。短短一盏茶的功夫，7000神兵便化作了雪地里的一滩滩肉泥。而那个还在城楼上做法的郭京，眼见法术失灵，竟然对守将说还要下城去做法，接着混乱溜之大吉，从此不知所踪。城门大开，却再也关不上了。早已蓄势待发的金军像黑色的洪流，顺着打开的宣化门汹涌而入。守城的宋军因为之前被郭京撤换，此刻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金兵登上城头，砍倒大宋的旌旗，点燃了烽火台。那一刻，汴京城上空的黑烟遮蔽了风雪，也遮蔽了大宋最后的一丝希望。巷战开始了，但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而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戮。金兵在城内纵火、抢劫、杀人，哭喊声、惨叫声、建筑倒塌的轰鸣声交织成一首亡国的丧钟。消息传到皇宫，宋钦宗赵桓正在等待郭京捷报的幻梦中。当浑身是血的内侍滚进来报告城破的消息时，他瘫坐在龙椅上，面如死灰。他终于明白，奇迹没有发生，神仙没有下凡，等待他的只有那个早已注定的残酷的结局。他想到了死，想到了殉国，但他没有那个勇气。他甚至没有勇气踏出宫门，只能在深宫中瑟瑟发抖，等待着金人的传唤。而那位太上皇赵佶此时正在隆德宫中，看着窗外漫天的火光，或许他想起了那幅瑞鹤图，想起了艮岳的奇石，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都将在金人的铁蹄下化为灰烬。他一生的审美追求，最终只换来了一场如此丑陋的毁灭。第二天，金军统帅派人入宫，要求宋钦宗出城谈判，这实际上就是投降。赵桓没有选择，他脱下龙袍，换上青衣，带着大臣们步行前往金营。在金军的大帐里，他跪在完颜宗翰的脚下，痛哭流涕，递上了降表。这份降表字字句句都是屈辱，他不仅宣告了北宋王朝在政治上的死亡，更宣告了汉民族在这一时期尊严的彻底丧失。然而，这仅仅是靖康之耻的开始，而非结束。真正的地狱是在金人占领汴京后的那几个月里才真正降临的。金人并不急于建立统治，他们把汴京看作一个巨大的没有设防的宝库。他们向宋廷索要巨额的金银犒军，数额之大，即使搜刮进皇宫和国库也无法凑齐。为了满足金人的贪欲，赵桓下令在全城范围内进行搜刮。官吏们带着士兵冲进百姓家中，掘地3尺，连妇女头上的钗环都不放过。昔日繁华的东京汴梁，此刻变成了人间炼狱。百姓们不仅要忍受金兵的残暴，还要忍受自己朝廷的掠夺。更令人发指的是金人对人的掠夺。他们列出了一份清单，索要皇室成员、宗室妇女、技艺工匠以及唱优歌女。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人口掠夺，尤其是针对女性。在金人的逼迫下，开封府尹徐秉哲这个汉奸文官竟然配合金人，将城内的皇亲国戚和良家妇女一个个抓捕起来，像牲口一样在这个严冬里集结，打包送往金营。史书记载，当时汴京城内哭声震天，无数烈女为了免受侮辱而自尽。在这个过程中，赵佶和赵桓父子表现出了令人作呕的懦弱。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们不仅毫无底线地答应金人的所有要求，甚至默认了金人对家眷的侮辱。赵佶的女儿们，那些曾经金枝玉叶的地基，被一个个送入金营，
沦为金军将领的玩物。其中最惨烈的是赵福金，她是赵佶最宠爱的女儿，拥有倾国倾城之貌，却被金国二皇子完颜宗望强行索要，最后在受尽凌辱后惨死。而身为父亲的赵佶面对这一切，除了掩面哭泣，竟不敢发一言。他手中的神笔画得出盛世的繁花，却画不出哪怕一丝一毫保护女儿的骨气。公元1127年的4月，金军满载着战利品开始北撤。这支庞大的队伍长达数十里，押解着徽钦二帝、皇室宗亲、后宫妃嫔、朝臣工匠等10余万人。昔日的九五之尊，如今沦为阶下囚；昔日的东京梦华，如今化作焦土废墟。赵佶骑在马上，回首望向那座他亲手装点又亲手断送的城市，眼中看到的不再是仙鹤祥云，而是满目的疮痍和无尽的屈辱。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长达8年的生不如死的北国囚禁生涯。而在他身后的汴京城，虽然春天来了，但大宋的冬天将持续很久很久。对于大宋的君臣百姓而言，这个春天没有花香，只有血腥与尘土的味道。金军的撤退标志着北宋王朝在物理空间上的终结，同时也开启了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漫长、最屈辱的死亡行军。这支庞大的俘虏队伍绵延数十里，像一条被抽去了脊梁的巨蟒，在北方荒凉的原野上缓缓蠕动。队伍中有曾经不可一世的太上皇赵佶，有刚刚登基不久的皇帝赵桓，有身怀6甲的皇后，有娇生惯养的帝姬，还有数以万计的工匠、艺人和百姓。他们被金兵的马鞭驱赶着，一步步远离那个他们曾以为会永恒存在的温柔富贵乡，走向未知的苦寒之地。这是一条用尊严和生命铺成的路。赵佶骑在一匹瘦马上，身上那件曾经象征着无上权力的龙袍早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沾满污垢的青布长衫。凛冽的春寒穿透单薄的衣衫，像无数根针扎进他的骨髓，但他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他的目光呆滞地扫过路边的枯草，脑海中或许还在不断回放着汴京城破时的冲天火光。每当夜幕降临，凄厉的哭声便会在营地中此起彼伏。那些曾经在深宫中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嫔妃和公主们，如今成了金军士兵发泄兽欲的对象。赵佶听着帐外女儿们的惨叫，听着金人的狂笑，他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手指死死抓着身下的羊皮褥子，指甲断裂，渗出血来。他不敢出声，不敢反抗。这位曾经敢于为了几块石头就拆毁城门的皇帝，此刻在暴力的碾压下，连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女儿的勇气都已荡然无存。北行的路途遥远而残酷，饥饿、疾病和虐待像瘟疫一样在俘虏中蔓延。每天清晨，路边都会多出许多僵硬的尸体，随后被随意丢弃在荒野，沦为野狗的腹中餐。其中不仅有普通的宫女太监，也有曾经显赫一时的王爷诰命。死亡在这里变得如此平等，也如此廉价。在这个过程中，赵佶的灵魂似乎被一点点抽空。他不再是那个挥毫泼墨的艺术家，也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君王，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一个被命运狠狠踩在脚底的玩物。他终于明白，他笔下那些超凡脱俗的仙鹤与花鸟，在真实的丛林法则面前是如此的无能和无力，甚至连他自己的一口热饭都换不来。如果说路途的艰辛只是肉体上的折磨，那么抵达金国都城后的千阳里，则是对赵佶父子精神上的凌迟，也是对汉文明尊严的毁灭性打击。
公元1128年8月，赵佶一行终于抵达了金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为了炫耀武功，羞辱宋朝，金太宗下令举行献俘仪式。这一天，金国的太庙前人山人海，金国的贵族、将领和百姓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要亲眼看看那个传说中富甲天下的南方皇帝是如何像狗一样趴在地上乞怜的。仪式开始了，在震耳欲聋的鼓角声中，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被带到了太庙前。金人强令他们脱去上衣，赤裸着上身，身上披着血淋淋的生羊皮，脖子上系着粗糙的绳索。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牵羊礼。在金人的习俗中，这就意味着俘虏像羊一样，任由主人宰割祭祀。对于深受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熏陶，视礼义廉耻为生命的宋人来说，这种赤身裸体、人畜不分的羞辱，比杀头还要惨烈万倍。赵佶颤抖着，在金兵的牵引下，一步一跪，缓缓爬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灵位。他的皮肤在北方秋风的吹拂下起满了鸡皮疙瘩，羊皮的腥膻味直冲鼻孔，让他几欲作呕。但他不敢吐，只能机械地磕头，听着周围金人爆发出的阵阵哄笑和嘲讽。在那一刻，大宋300年的文治武功，那些精美的瓷器，那些传世的诗词，那些关于天朝上国的骄傲，统统随着赵佶额头触地的一声闷响，粉碎成了历史的尘埃。紧随其后的是赵佶的皇后朱氏。这位出身名门、平日里端庄高贵的国母，同样被迫行此大礼。羞愤交加之下，她在仪式结束的当晚，选择了投水自尽，用生命保留了最后一点皇室的体面。而赵佶，这位曾经在画作中追求极致完美的艺术家，面对妻子的死，面对自己的辱，却选择了苟活。他接受了金人封给他的侮辱性封号昏德公，赵桓则被封为重昏侯。牵羊礼后，赵佶父子被流放到了更加偏远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这里是金国的极北之地，也是文明的荒漠。在这片终年积雪、寒风呼啸的土地上，赵佶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也是最漫长的8年。这里没有了汴京的繁华喧嚣，没有了阿谀奉承的奸臣，只有一口枯井般狭小的天空和无尽的悔恨。在五国城的土炕上，赵佶终于变回了一个纯粹的诗人。痛苦是艺术的土壤，这8年的囚禁生涯让他写下了许多凄凉彻骨的诗词。彻夜西风撼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暮断天南无雁飞。这些诗句不再有宣和年间的富丽堂皇，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头剜下来的血肉。他开始反思，开始在梦中一次次回到那个他亲手毁掉的汴京。他或许会梦见艮岳的奇石变成了骷髅，梦见瑞鹤图中的仙鹤变成了秃鹫，梦见那个因他而死的方腊在厉声索命，梦见那个被他抛弃的李纲在城头泣血。在五国城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当寒风拍打着破窗，赵佶是否会意识到，他今天的结局其实早在70年前那个嘉佑2年的春天就已经注定。当年的大宋朝廷，为了所谓的祖宗家法，为了文官集团的所谓安全感，合力逼死了那位戴着铜面具、战无不胜的名将。文彦博那句诛心之问，杀死的不仅仅是一个嫡亲，更是大宋王朝尚武精神的最后一点火种。从那一刻起，大宋的脊梁就被抽走了。这个帝国虽然在经济文化上依然繁荣，甚至在赵佶手中达到了美学的巅峰，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患有软骨病的巨人。
他学会了用碎币买和平，学会了用盟约哄骗敌人，唯独忘记了如何用铁与血去捍卫尊严。赵佶是这个畸形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最终的受害者。他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文治的极致，去粉饰一个没有骨架的盛世。他以为艺术可以感化蛮夷，以为金钱可以收买和平，以为只要自己躲在艮岳的仙境里，战争就永远不会降临。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金人的铁骑踏碎了艮岳的气势，当千阳里的绳索套上了他的脖颈，历史用最暴力的方式告诉他，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作为支撑，那么他所有的繁华都只是强盗眼中的肥肉，他所有的艺术都只是亡国时的挽歌。公元1135年，绍兴5年的4月，赵佶在五国城的土炕上将死，终年54岁。据野史记载，金人将他的尸体放在石坑上焚烧，说是要提炼灯油。一代帝王生前享尽荣华，死后竟遭此荼毒，连一句全诗都未能留下。这一把火烧尽了赵佶罪孽深重而又才华横溢的一生，也烧尽了北宋王朝最后的一点残迹。赵佶死了，他的尸骨在五国城的冻土中化为灰烬，但靖康之耻的幽灵并未随风消散。这场浩劫像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疤，永远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机体上，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引发了一场深远的蝴蝶效应，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基因与汉民族的性格底色。这场惨烈的亡国之痛，并没有让南宋统治者痛定思痛，重振武备，反而让他们患上了更加严重的恐武症。宋高宗赵构亲眼目睹了父兄被掳、妻女受辱的惨状，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并没有转化为对敌人的仇恨，反而异化成了对自己人的猜忌。这种病态的心理，最终酿成了风波亭的千古奇冤。如果说70年前狄青之死是北宋自毁长城的开始，那么岳飞之死则是靖康之耻后遗症的恶性癌变。南宋君臣宁可杀掉最能打的岳飞，宁可向杀父仇人称臣纳贡，也不愿再冒一次五人掌权的风险。这种内敛守城、宁和勿战的心态，从此成为了宋代乃至后世王朝的主流政治逻辑。为了皇权的安全，不惜牺牲国家的尊严；为了内部的稳定，不惜斩断对外的利剑。更深层的巨变发生在文化的心理层面。北宋时期那种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的开放、自信与浪漫，在靖康的烈火中戛然而止。当外在的军事防线崩塌后，士大夫阶层出于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开始构建内在的精神堡垒，理学兴起。既然道理讲不过拳头，既然文明输给了野蛮，他们便转向内心，试图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炼来寻求超越。这种内向的转折，虽然造就了后世儒家的深沉，却也让中国文化从此失去了一份汉唐以来的雄浑与血性。特别是靖康之耻中女性受辱的惨痛集体记忆，被扭曲转化为对妇女贞洁的变态苛求。那个曾在《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市井活力，那个曾在苏轼词中流淌的豪迈洒脱，逐渐冷却凝固，最终化作了沉重的道德教条，束缚了这个民族近1000年。如今，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畔，再次回望那个风雪交加的靖康2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个关于文明与野蛮、美与利的永恒命题。赵佶用他的生命做了一个最昂贵、最惨痛的实验。极致的审美，如果失去了利剑的守护，注定只是暴力的祭品；
一个文明如果只剩下精致的皮囊而抽掉了上午的脊梁，那么它越是富庶，在强盗眼中就越是诱人。在今天，故宫博物院中依然珍藏着赵佶的《瑞鹤图》和《听琴图》，那些画作依然精美绝伦，那瘦金体的笔锋依然锋芒毕露，仿佛千年的时光未曾流逝。然而，每当我们凝视这些艺术瑰宝时，请不要忘记它们背后的血色底色。请透过那轻盈的鹤羽，看到那个被逼死的狄青，看到那个在城头泣血的李纲，看到那些在北行路上倒下的无名百姓，以及那个在五国城枯井中哀叹的亡国之君。历史不会重演细节，但历史的逻辑永远在押韵。靖康之耻这4个字，不应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被尘封在教科书里，它应当是一口长鸣的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一个民族的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富庶或文化的繁荣，更需要有敢于亮剑的勇气和足以捍卫尊严的铁血脊梁。正如狄青死后70年，大宋亡于靖康，若我们遗忘了靖康的教训，历史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在那五国城的风雪深处，似乎依然回荡着赵佶那一声长长的叹息。那不仅仅是对一个王朝的告别，更是一代天才与这个残酷世界最后的，也是最痛的错位。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